大家好，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2025年10月的第二周，历史的时钟仿佛拨回到了17世纪，世界见证了一幕极具颠覆性的历史事件。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缔造者跟守护者，美国悍然拾起了300多年以前重商主义帝国的古老武器，试图通过控制海洋来扼杀对手的工业根基。但是没曾想，长期以来被西方定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却并未以其庞大的工业产能进行对等的报复，而是酿出了一套前所未见的基于现代科技与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的体系化绞杀的组合拳。这个不再是又一轮的关税摩擦，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经济闪电战与一场准备充分的反绞杀。这是中美战略对抗的临界点，长达7年的竞争博弈，从此之后呢，攻守之势彻底逆转。今天我们要深度复盘这样一场10月风暴，解构它是如何将世界推向经济铁幕的边缘，又将会如何重塑我们每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命运。故事的导火索在10月8号被点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17号宣布，将于10月14号正式生效一项名为特别港务费的政策。那所有在中国建造、由中国实体拥有或者运营的船舶，在抵达美国港口的时候，都将被征收惩罚性的高额费用。这个举动在战略逻辑上与1651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惊人的相似。那个时候崛起当中的英格兰为了打击已经是海上马车服务的荷兰，规定所有进出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的船只运载，非常精准地打击了以航运中介贸易为核心的荷兰的经济。那这个规定最终引发了4次英荷战争，并且成功地瓦解了荷兰的海上霸权，也为日不落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而回到2025年，特朗普挥出的这记重拳显然是想重演历史，目标直指中国经济的2大支柱，全球第一的造船业和规模庞大的远洋商船队。那这样一支商船队，它不仅仅是中国全球贸易的生命线，更被一些人视为是国家海权的延伸，是第4军种。华盛顿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通过极限施压大幅增加中国海运的成本，削弱其全球的竞争力，为复兴美国自身几乎已经消亡的造船业来创造空间，并且以此作为筹码，在更广泛的贸易谈判当中逼迫北京让步。10月8号，美国商务部以支持哈马斯跟胡塞武装为理由，将15家中国企业列入了实体清单。这些操作都是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的极限施压，被中国网络舆论非常精准的概括为虚空造牌，也就是凭空制造了一个危机，然后将解决这个危机作为筹码，来换取中方在其他领域的实质性的让步。这个并非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业政策，而是一场高风险的战略讹诈。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好像只是中美摩擦的又一个日常，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一根火柴即将点燃一个早就已经堆满了干柴的火药桶。华盛顿方面，他们是严重低估了北京的应对决心跟工具箱的深度。那如果说美国的策略是海权的霸凌，那么中国的反击就是陆权核心优势的全面启动。中方的反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跟规模展开。24个小时之后，10月9号，中国的商务部协同海关总署等多个核心部委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闪电战，它密集发布了至少6份措辞严厉、技术细节极其复杂的公告。本次反击的颠覆性在于，它几乎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这个关税报复的范畴，而是直击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神经中枢。核心内容包括稀土全产业链的管制，它不仅管制稀土矿产的这个出口，更是将这个范围延伸到开采冶炼分离加工全套技术跟关键的设备，甚至包括含有中国稀土成分的下游产品。
第二个就是新能源的命脉，对于锂电池的关键材料，比如说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以及相关的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卡位全球能源转型跟电动汽车的产业。第三个就是对于先进半导体的锁喉，中国商务部明确规定，用于14纳米以及先进工艺芯片制造的相关物质跟技术出口将进行逐案严格审批。那本次的管制到底有多么彻底呢？它其实覆盖了稀土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相关的精密设备，甚至更加可怕的是，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对于含有中国稀土成分的海外产品也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长臂管辖。这一系列组合拳的威力，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得以量化，正是这些数字定义了本场10月风暴的空前的烈度。第一个数字是 0.1% 的长臂管辖，中国商务部石破天惊的规定，任何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只要它含有中国原产稀土成分超过该产品总价值的 0.1%， 它的再出口也需要获得中国商务部的许可。这个是中国首次系统性的将美国的长臂管辖跟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为己所用。那第二个是32亿美金的航运冲击，根据海事情报机构的测算，仅仅美国的港务费一项就可能会在2026年以前给全球主要集装箱的承运商带来高达32亿美金的额外成本，而其中中远集团将要承担近一半。第三个数字是 100% 的关税威胁，面对中国的系统性的反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暴露回应，威胁从11月1号起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额外关税。这个做法无异于对于全球第一跟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按下了核按钮。之所以会暴跳如雷，因为中国的反制措施并非简单的禁止出口，而是一项基于法律跟技术的体系化的绞杀。商务部连续发布的公告，其技术细节之复杂，让全球产业链的管理者不寒而栗。以稀土为例管制的不是矿产本身，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从矿石负极阶段所需要的羟活酸类浮选药剂，到分解矿石所用的能够耐受龙硫酸跟氢氟酸腐蚀的特种被烧窑，从中国独步全球的 P507 萃取剂，到生产永磁体所需要的真空感应铸片炉跟清碎炉。北京它不是简单的关上了原材料的水龙头，而是没收了全世界唯一一本如何制造自来水厂的图纸、专利、设备和施工队。10月10号，当中方反制措施的细节还在被全球解读的时候，中国交通运输部紧接着宣布了最后一击，对于悬挂美国国旗或者美资持股超过 25% 的船舶征收对等的特别港务费。那这一招完成了中方反制的闭环，你打我的船，那我也就打回你的船。在港务费上，中国选择了完美的对等报复，而且这个细节当中充满了蔑视与自信。它惩罚性费用的人民币的数值大致是美元的8倍，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象征发财的吉利数字。这个在地缘政治的严肃对抗当中注入了一点黑色幽默。而真正致命的是它的这个非对称的杀招——资本穿透条款。它规定，凡是超过 25% 的美资持股的船舶，无论其国籍如何，均在制裁之列。这件事情标志着中国的反制首次超越了国家主权的传统边界，开始对于资本的所有权结构进行审查。这一招是直击了美国经济实力的核心，就是美元资本的全球流动性，等同于让美国资本在全球航运业变得有毒，也迫使国际资本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它的深远的影响力远超港口费用本身，而且还迫使所有在中国有业务的跨国公司跟投资资金必须要对其非常复杂的全球股权的结构进行审计，以理清其中美国资本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合规成本跟寒蝉效应。那讨论到这个地方，一个贯穿我们今天讨论
始终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这个不再是一场关于贸易利差的争吵，而是一场关乎体系生存的中美战争。短短72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如同一部快节奏的惊悚片，将全球拖入了一个未知的深渊。全球金融市场应声暴跌，哀鸿遍野。从2018年特朗普 1.0 时期的这个关税拉锯战，到拜登时期以芯片为核心的小院高墙的科技战，再到2025年竞争终于触及了最核心的领域，也就是产业链的根基跟全球规则的制定权跟话事权。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2025年的这样一场10月风暴并非偶然，它是中美在长达7年博弈层层加码之后一个必然的结局。从地缘上来看，这是一场21世纪的陆权与海权的非对称的博弈。美国利用其海权的优势，也就是在全球航运跟金融体系当中的节点地位来遏制中国，而中国呢，则利用其陆权的优势，也就是在大陆资源、稀土供应链的这个绝对控制来进行反击。当控制海洋的力量与控制大陆核心生产要素的力量迎头相撞的时候，这个结果必然就是全球体系的碎裂。2025年10月的这场危机，它并非凭空爆发，而是长达半年的战略性的试探与博弈失灵之后的必然结果。要理解中国本次为什么会选择如此强硬的体系化的反击，而不是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最终选择妥协，我们必须要深入分析2次贸易战的本质上的不同。上个世纪80年代，美日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半导体的战争，当时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引发了美国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跟报复。华盛顿动用了一系列的组合拳，包括反倾销调查、高额关税签订限制性的美日半导体的协议，甚至制裁东芝公司。但是美日冲突与今天中美博弈的核心区别在于两国关系的一个根本的性质上的不同。日本是美国的军事盟友跟安全体系下的被保护者，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当美国将经济摩擦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的时候，日本的战略选择极其有限，它不具备对美国进行有效不对称反制的能力。但是我们反观2025年的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跟体系外的挑战者，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拥有独立的主权、完整的工业体系跟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国在面对遏制的时候，它的战略演算的出发点并非如何妥协，而是如何反击，以建立新的战略平衡。因此当美国试图复制当年打压日本的成功经验的时候，它遭遇的不再是一个受其安全体系约束的盟友，而是一个决心捍卫自身发展权，并且已经掌握足够反制工具的战略的对等方。那本次冲突的爆发也根植于中美双方战略思维的根本性的转变。那过去的话，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绝对收益的逻辑，也就是中美两国大家共同把蛋糕做大，然后可以共同分蛋糕，实现双赢。但是从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双方的战略考量已经悄然转向了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的逻辑。在这样一种新的逻辑底下，一方的收益被视为另外一方的损失，关键不在于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而更在于必须确保自己比对手得到的更多，发展的更快。所以当中美竞争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安全的考量压倒一切的时候，经济的理性它会毫不犹豫地让位于权力政治的冷酷逻辑。2025年的这样一场冲突非常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当中美两大巨头开始痴迷于相对收益，将对方的进步视为对于自身的威胁的时候，那任何的摩擦都极易被解读为关乎国运消长的战略对抗。那双方的行为也就由此陷入了非常经典的安全困境的螺旋。美国它为了自身安全采取的遏制措施，被中国视为生存的威胁，从而引发强烈的反弹。而中国的反制又被美国解读为是一种进攻的行为，那促使其威胁采取更加极端的报复。双方都在一个理性的自我保护的动机底下，将局势
推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10月的这样一场风暴，正是这样一种零和博弈以及安全困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终极体现。10月风暴的复杂性其实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贸易争端。那如果想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们这个深层次的底层逻辑的话，我们可以运用宏观的理论、中观的武器跟微观的玩家3个维度来进行解构。首先是宏观层面，那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2个可以用来分析的框架。第一个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的遏制跟中国的反击都是理性的必然的选择。守成霸主美国，它必须要防止任何区域霸主的崛起，当然就是指的中国，以维持它这个全球主导地位。而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要挑战现有的秩序，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的环境。而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那10月风暴完美的诠释了这个陷阱的心理动力学。美国对于竞争失败的恐惧驱动其采取越来越激进的预防性的遏制措施，而北京的强制反弹则反过来加剧了华盛顿的噩梦，印证了对于其中国威胁的判断，从而形成了一个互相强化、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国意志的对撞，先看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征收惩罚性港务费的决定看似非常疯狂，背后有2条清晰的逻辑线：地缘政治的焦虑跟国内产业的衰落。从地缘政治来看，美国作为西半球的霸主，它必须要不能够让欧亚大陆出现另外一个能够挑战自己的强权。而中国的造船业，它不仅是经济的支柱，更是其海军力量的工业基础，它是未来走向全球海洋的跳板。所以美国通过经济手段精准打击中国的造船跟航运的能力，本质上是在延缓中国海权的崛起的速度。但是更有趣的是第2个层面，在产业焦虑的层面，美国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美国百年保护主义政策琼斯法案的极端化的延续。那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国内航行的船只必须是美国制造。这个法案保护了美国造船业1个多世纪，但是也让美国的本土的制造业彻底丧失了国际的竞争力，变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巨婴。所以如今特朗普政府他试图想要征收高额港务费，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强行复活本土的产业。这个政策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好像一个已经忘掉怎么游泳的人，不是怎么样重新学习游泳，而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把整个游泳池的水把它给抽干掉了。所以这种看似强硬的政策却建立在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之上。首先第一点，它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反制工具箱。美国可能还以为中国的反制选项依然停留在报复美国的大豆跟猪肉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已经成功的将自己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优势节点，比如说稀土，进行了武器化的改造。这个武器而且远远比想象当中要更加致命。第2个，它是忽视了全球航运体系当中非常深刻的中国的烙印。你要惩罚中国制造的船舶，你以为只是打击了中国吗？其实完全错了。过去10年，全球大概有 35% 的集装箱船是由中资金融机构持有的。那这一棒子打下去，打到的是全世界的船东，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这个非但没有能够孤立中国，反倒有可能把更多的中间派推向了对立面。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这个政策的话，我会把这个政策叫做是战略精神分裂症。美国想要同时实现产业回流跟遏制中国2大目标，但是这2个目标在现实世界当中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为了振兴造船业，它打击了全球航运，但是这个直接推高了美国自己的进口成本，为国内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这种行为跟历史上引发大萧条的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案如出一辙。现在我们来看中国与美方的仓促跟矛盾的政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中方的反制行动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战略清晰性、一致性、系统性跟前瞻性。这个不仅仅只是一次报复，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战略反攻。它的目标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威慑，中国用远超预期的反制力度告诉美国，我拥有让你对等痛苦甚至超额痛苦的能力。那从此以后，你如果想要再单方面动手的话，你先要掂量一下这个政策的
成本。第二层就是掌握主动权。那过去7年我们看到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被动的接招，但是这一次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美国10月8号的制裁动作作为一个契机，这样一套早就已经规划好的体系化的反击方案全面推出，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这样一个非常彻底的角色转换。但是最核心也最关键的其实是第3层，也就是重塑规则。那这样一次反制的核心武器就是对于稀土的全产业链实施的长臂管辖。他在公告里面明确引入了2个让美国无比熟悉的概念：最小占比规则跟直接产品规则。什么意思？就是就算你是一家外国公司，你在国外生产产品，只要你的产品里面含有中国稀土的价值超过 0.1%， 或者你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用到了中国的稀土相关技术，那么对不起，你必须要遵守中国的出口管制法。这个几乎就是美国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镜像跟强化版。中国发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从此以后我不再只是国际规则的被动的遵守者，我要开始借鉴、改造，甚至制定跟输出我自己的国际规则。这个才是中美2国大国博弈进入深水区的真正的标志。竞争已经从实力的比拼延伸到了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而在中观层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场冲突的核心是双方将各自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的优势地位转换成了精准打击对手的武器。美国的武器库是海权跟金融霸权，特别港务费就是现代版的航海条例，而实体清单跟出口管制就是传统的科技战的工具。而中国的武器库是对于供应链核心节点的控制跟法律工具的创新。我想其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毫无疑问是稀土管制。稀土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维生素，从 F-35 战斗机到半导体的光刻机，再到新能源汽车的电机，都离不开稀土。而中国的这样一份战略自信源于他手中无可替代的王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不仅稀土的储量全球第一，产量占到全球的 70%， 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中国掌握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精炼的产能跟冶炼分离的技术，这是一种近乎垄断的地位，让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找不到替代方案。就连美国在加州的稀土矿开采出来以后，也要送到中国进行精炼。这里面的考量不仅仅只是环保跟成本的问题。美国想要去中国化，重构稀土产业链需要多长时间？大概要20年。注意这里有一个重点，艾森要敲敲黑板。中国管制稀土的一个最高明的地方，它并非是要彻底切断向西方的这个供应，而是要制造战略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试想想看，如果中国全面禁运稀土的话，有可能会促使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他们立刻团结起来，不计成本的建立替代的供应链。但是现在这样一种逐案审批的政策，给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些巨头带来了一种更加致命的困扰，就是一种悬而未决的风险。那如果美国跟西方想要投入巨额资金跟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在中国的体系之外重建整个稀土产业链的话呢，中国只要一看到这个迹象，它的管制措施只要稍微松开水龙头，瞬间就能够用碾压级的成本优势让美日跟西方的投资血本无归。而其他的科技企业，当你没办法预测你下个月建厂所需要的关键材料是不是会因为北京的一项政治决定而切断关键稀土材料供应的时候，你还敢做出这样一个动辄数百亿美金的长期投资的决策吗？你不敢。就是因为这样巨大的不确定性，会迫使这些公司反过来向自己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缓和对华关系。看到了吗？这个就非常巧妙的在美国跟他本国的跨国企业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拒绝供应，更是将拒绝供应的威胁本身变成的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以此来分化跟瓦解美国领导的半导体的联盟。而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略博弈当中，各个微观玩家的决策逻辑跟应对的策略共同织就了当前非常复杂的局面。特朗普政府是一场虚空造牌的豪赌，他抛出的这个港务费的策略是一项极限施压的战术，
他这个策略是基于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就是中国会像过去一样，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选择退让。而中国政府这是一次守株待兔的战略反攻，它的反应之快，措施之系统，表明这绝非一次临时的应急反应，而是一套早就已经完成推演的战争预案。美国港务费的行动恰好为启动这套预案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战略的契机。北京的策略就是利用美方的挑衅作为正当防卫的理由，主动出击，试图从根本上重塑中美博弈的这个格局跟规则。而且这样一场冲突还暴露了双方在政策执行能力上的不对称性。美方的港务费的征收细节语焉不详，甚至还要依赖于船东的自行申报。在美国政府停摆跟裁员的背景底下，能不能最终有效征收，其实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相反，中国的反制措施从海关到海事局，执行体系之严密，每一分钱的惩罚都是实实在在的。那这样一种执行力度上的差异，会促使美国的虚空造牌更像是一场缺乏保障的恫吓，而中国的反击更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重拳，拳拳到肉。而在这样一场巨头的博弈当中，全球产业链成为附带损害的承受者。首先是航运巨头的船队大量有存在中国建造的船舶，他们会面临巨大的运营的混乱跟成本的飙升。全球航运业的反应是非常迅速，但是也是非常痛苦的。供应链数据平台的统计显示，冲突爆发的当月，中美航向双向取消了超过130个航次，这个力度为疫情以来所罕见。航运巨头开始了紧急的自救，中远航运将12条航线从洛杉矶转向墨西哥跟加拿大，宁可增加陆路中转的时间，也要规避费用。马士基呢，则非常迅速的将船队当中的中国制造的船舶调离美国的航线，转投欧洲。那这个不是简单的航线的调整，是全球贸易动脉的一次大规模的痉挛，而这个背后是更为深远的结构性的转变。我们可以预见呀，全球的这个船舶的融资、造船的订单都将开始系统性的去中国化，而整个航运网络的效率也会因此大大的降低。如果说港务费的冲击还只是在物流的层面，那么中国对于稀土的管制则是直接扼住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咽喉。半导体、新能源、国防工业都成了本次对抗的正中。尤其是在半导体的产业，中国的管制措施展现了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它没有搞一刀切的全面禁运，而是设定了非常精确的门槛。凡是用于制造14纳米及其以下的先进逻辑芯片，或者256层以上先进存储芯片的稀土物质跟技术，出口申请将受到主案审批。那这一招直接打在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金字塔的塔尖之上。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芯片设计跟设备领域它是拥有优势的，比如说英伟达跟高通，但是它的技术联盟根基并不稳固。比如说制造先进芯片必不可少的荷兰 ASML 公司生产的 EUV 光刻机，它的核心部件就高度依赖含有特殊稀土元素的永磁体。而同样的锁喉也发生在新能源的产业，中国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的锂电池产能跟关键材料加工的环节。那这些对于材料的控制将会直接冲击全球的电动汽车跟储能的产业。高性能的电机离不开磁土永磁材料，中国的管制无异于扼住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咽喉。而在本场对抗当中，美国的盟友比如说韩国跟日本，他们遭受了最严重的附带损害。他们的经济特别是半导体跟造船业，其实长期以来是深度绑定在中国的供应链跟美国资本之间，但是现在被迫陷入了选边站的绝境。中国的资本穿透条款是一剂非常精妙的离间剂，它表面的目标是美国资本，但实际的附带伤害却精准地打在了美国的盟友韩国跟日本身上。大家还记得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谈起过美国的盟友规模战略吗？美国人他原本是指望日本跟韩国帮忙制造或者维修他们海军舰艇的。这两国的造船巨头，比如说韩国的韩华呀、三星重工，不仅与美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美国重建其日渐衰落的海军舰艇的制造体系。中国的制裁相当于打的是自卫反击的名义，
实质性的排挤跟打击了正在协助美国捕猎的盟友，这是更加高维度的地缘政治的经济战。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一边是基于产业焦虑跟战略误判的虚空造牌，而另外一边是基于绝对产业优势跟深思熟虑的战略反攻。所以这场对决的本质已经清晰可见，它产生的冲击波将撕裂整个的全球供应链。而这样一种悬而未决的战略威慑，就会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全球每一个 CEO 的头顶。但是宏大的国家博弈最终依然是要由每一个个体来买单。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被这 0.1% 的稀土所连接呢？我们看到了中美两种体系的碰撞，两种领袖风格的鲜明对比。一边是特朗普的真理社交的风暴，10月10号晚上，他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战场——社交媒体来发动反击。他的推文呢，充满了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比如说充满敌意、道德耻辱。他将非常复杂的国家博弈简化为个人之间的对抗叙事。他毫不犹豫的将两个最极端的选项100%的关税跟取消 APEC 的这个会晤直接公之于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交易型的谈判策略，用于大国关系的时候非常容易产生误判跟局势的失控。而另外一边是北京的官样文章跟系统性的决心。北京所有的反制措施都是通过国家部委的官方公告来发布的，公告通篇都是使用非常冷静、非常克制的法律跟技术的术语，它引用的依据是国内的法律法规，所以你看不到任何个人情绪的流露。这里边传递的信息就是，这些措施并非某位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它依据现有的既定的法律程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系统性的行动。所以中美这样一种沟通的错位本身就会构成一个巨大的风险点。华盛顿可能会将北京的官样文章解读为僵化，从而低估这个文章背后坚定的政治的意志，而北京有可能会将特朗普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咆哮视为交易噪音，从而低估呢特朗普为了他的政治目标而采取非理性经济行动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本场对抗甚至蔓延到了文化跟心理的层面。中国的商务部密集发布的公告，它的编号并非连续的，而是刻意留下了第59跟第60号的空白，引发了外界对于后续组合拳的无限的遐想。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威慑。更有甚者，在公告的官方附件没有使用国际通行的 PDF 或者是 Word 的这个格式，而是采用了中国本土的 WPS 的格式。这样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传递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在我的优势领域里面，你必须要适应我的标准跟规则，哪怕只是一个文件格式。北京的雷霆手段，它不仅是对外，也是对内的。因为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背景，就是部分内资跟国内的一些个人，他们在高额利润的这个诱惑底下，通过技术转让、专家外派，甚至伪装成普通货物走私的方式，正在蚂蚁搬家一样掏空中国的技术护城河。而资本家会卖出绞死自己的绳索，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部分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内部人员。所以这样一场风暴在北京来说呢，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内部的整数，旨在将关键战略资源的控制权从地方跟私营部门彻底收归中央，堵住任何可能的技术外流的漏洞。所以我们看到宏大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它最终还是会转化为无数个体跟企业的真实的命运。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这样一场100%关税贸易的威胁，无异于经济上的死刑判决。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出口市场，而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在声明当中表达了农民群体的一个普遍的心声。农民感到了沮丧，关税它不是可以拿来玩的东西，它直接打到了我们的家庭生计。他们担心花费了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对华出口的渠道将会永久性的被巴西、被阿根廷等等竞争对手所取代。所以当中美这两个巨大的板块猛烈对撞的时候，产生的裂缝、产生的冲击波会瞬间传遍全球。
而在紧张的对抗期间，信息战跟心理战也会悄然上演。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彭博社突然爆出一个独家新闻，称中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高达1万亿美金的投资方案，以换取美国取消港务费。这个新闻迅速在全球市场传播，但是很快被证明疑点重重。1万亿美金是一个超乎很多人想象的数字，而该消息的时机呢，也恰好在中国公布系统性反制措施之前流出来。这到底是北京方面信息战的试探，还是华尔街为了稳定市场而释放出来的假消息，或者是美国政府内部有人故意泄露，试图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虚弱的对手呢？真相至今不得而知，但是它本身就构成了本场冲突的一部分，显示出在现代的大国博弈当中，舆论场已经成为与关税、港口同样重要的战场。2025年的这个10月风暴也揭示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维度。我们看到，除了中国将稀土的供应链武器化之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经济运行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件事情本身也变得武器化了。米尔斯海默他曾经预言了经济的依赖没有办法阻止冲突，而这个恰恰是自由派的主张。而中国最核心的反制武器，恰恰就是它在全球生产网络当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它不是在主动的寻求脱钩，而是在将连接本身武器化。这个为经典的现实主义的框架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现代的注脚，这个也就是中美两国大国政治博弈的一个结构性的悲剧。10月风暴最深远的影响可能并非短期的市场动荡，而是从根本上改写了过去40年全球经济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一个以效率为最高追求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了，一个以安全跟韧性为核心考量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一场冲突，它宣告全球供应链管理奉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准时制的生产，也就是 just in time， 这个理念彻底终结。因为之前这个模式的成功建立在全球政治稳定、贸易能够自由流动的假设之上，但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中美对抗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个假设的脆弱性。当港口可以被关闭，当原材料可以被禁运的时候，过度优化的 just in time 的这个系统就会从一个成本优势变成是一种致命的战略的劣势。全球的企业它要被迫进行一场非常痛苦但是又非常必要的范式转型，也就是从准时制 just in time 转向以防万一制，也就是 just in case。 这样一种模式的核心，它不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它的策略包括要增加库存，供应链要实现多元化，生产回流与近岸外包。这样一场系统性的转变将对于全球经济产生结构性的深远影响。企业为了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它必须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这些新增加的安全成本或者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最终一定会通过更高的产品价格传导给全球的消费者。这个也就意味着世界可能将告别过去几十年的低通胀的时代，进入一个由地缘政治驱动的结构性的高通胀的新时期。而且这样一种供应链重塑也催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悖论，尤其是在造船业，当全球订单为了规避风险而转向日韩的时候，中国那个占据了全球近半产能的庞大的商业造船厂，他们一旦失去了足够的商业订单，他们怎么办？这个巨大的产能会转向何方呢？安生在这个地方要再次敲一个黑板，你不让我们中国的商船造船呢，那我们的工人不能够失业，我们的造船厂总得做点什么才好，他当然就是开足了马力下饺子咯。所以这个不言自明的答案，为这样一场本来只是中美之间经济冲突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非常隆重的军事的阴影。所以聊到这个地方，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在短期内，冲突螺旋式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特朗普政府他会部分兑现100%关税的威胁，全球经济将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滞胀风险，也就是通胀高企，但是经济增长停滞。而双方高层沟通渠道的关闭将会大大增加误判的风险，而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
经济铁幕的降临与两大平行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世界当中，全球化并非完全消失，而是沿着地缘政治的断层线分裂为中美两个相对独立、相互竞争的经济、技术跟金融的集团。我们将会看到技术体系的分裂，出现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和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分裂网将会成为现实。我们也会看到供应链会出现双轨制，跨国公司它会被迫采取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建立一套与全球其他部分隔离的本地化的体系。我们也会看到金融跟货币将会出现阵营化，美元体系仍然会占据主导，但是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平行的结算体系将会加速的发展，从根本上轻视美元霸权的根基。对于我们每一个身处在中美竞争这个大背景底下的个体来说，这样一场危机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终极的启示呢？我想10月风暴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宣告了过去30年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 1.0 时代的终结。一个以大国战略竞争跟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更加分裂、更加危险的全球化 2.0 时代已经到来，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放弃幻想，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思维。有3点战略启示，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参考价值。首先第一点就是供应链必须会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成本最低，但是将来一定会追求安全跟多备份。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必须成为核心决策的一部分。以前的话，大家通常会认为这些是黑天鹅，但是在新的常态底下，它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所以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被空前抬高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频道变得更加重要了。而能够跨越技术跟地缘政治鸿沟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将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所以材料科学啊、供应链管理、国际制裁法、网络安全这些传统的专业，如果能够跟地缘政治分析进行一个 crossover 的话，将来会变成是未来的一个黄金赛道。而第3个就是必须为双轨制来自于多轨制的这个规则体系做好准备。未来的话，一家公司它可能同时需要遵守中美两套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监管体系，而作为个体，我们在面对自己将来包括对于整个家庭的未来做规划的时候，选择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哪个技术生态跟经济体系当中深耕自己的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抉择。而能不能尽早看清楚到底哪个体系更有前途、更有未来，将会变得空前重要。艾森将会跟大家一块儿尝试透过重重的迷雾，尽早看清这个未来。而本场冲突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过去30年主流的自由派的观点认为，经济上的相互确保摧毁会使得大国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但是10月风暴揭示了另外一幅更为严峻的图景，就是当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崩溃的时候，曾经被视为稳定器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本身就变成了一系列可以被武器化的致命的节点。我们看到每一个供应链的环节，每一项技术的标准，每一个资本的流向，都有可能瞬间从合作的桥梁变成是战争的绞索。这个或许就是21世纪大国竞争最冷酷的现实。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在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分裂，也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新时代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宗旨，不要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为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好准备。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无论你是企业家、投资者、学生还是普通打工人，都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就是地缘政治的敏感性。这个并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而是要你懂得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面，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商业决策、职业规划，来自于移民决策，日常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